我叫都灵，来自未来。我的任务是赶在历史上的国宝传国玉玺失传前，把它带回未来，修复历史空白，联姻合谋刷好感。系统为我定制了许多行动方案，但要我说，都是垃圾。想要玉玺，我直接问皇帝要不就完了。连月大旱，蝗灾紧随，百姓已以树皮草根为食，而且眼下国库空虚，边关告急。国师，国师，国师，难道这天劫真要亡我大印吗？陛下，老臣连日推演，已窥得一线生机。若今日内能接连应验3大神谕，方能扭转乾坤。神谕？一星耀世，奇色湛蓝，金石为开，破而后立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竟敢独闯王宫！给你们3句话的时间，把城门打开，我要见皇帝。见皇帝？我没听错。一句。第1个神谕，竟然应验得这么快，果然陛下吉人自有天相啊！备马，朕要亲自去会会这一星。哼！一起上吗？2句。哎，纸人也算1句哦。看来只能把门轰开了。吁！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这便是金石为开，破而后立。一星耀世，奇色湛蓝。就是你了。高强度掌心炮已就绪，3、2、1。小心！国师算的准不准啊？这一星到底是福是祸？有刺客！快护驾！快护驾！呀，这下人了。皇兄莫慌，臣弟前来护驾。去死吧！这皇位本该就是我的。我还没发力，你们就倒下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多谢姑娘相救。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我叫都灵。哦，想必你就是宁王吧？你刚才干嘛呢？我自然是护驾了。护驾？护驾有必要死死勒住他不放吗？不，刚才情况紧急，本王心急力道失控罢了。是吗？我看你跟这刺客才是一伙的吧？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这话不可以乱讲。我与皇兄手足至亲，绝无可能加害于他。皇兄，你可不要被他挑唆了。是，臣弟也是救驾心切。这皇帝还真跟记载的一样，又怂又废，难怪玉玺会送他这失传。是不是一伙的？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哼。
交代幕后主使是谁，否则脑袋搬家。陛下饶命！1、2。这下好了，死无对证了是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本王问心无愧，岂会怕你？反倒是你杀人灭口，我怀疑你有合谋之嫌。皇兄，此女来历不明，还请将她速速拿下。你看他急了。臣弟，今天多亏这位姑娘，我们才能化险为夷。不如这件事就交由你调查一下，顺便还你。那看在皇兄的面子上，本王不与你计较。切！哎，姑娘，别去了。杜姑娘，误会一场，别追了。他刚才心虚的样子，就差没写在脸上。哎，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，退一步浑身轻松。嘿嘿。要我说，这迈一步才是海阔天空，打一顿更是延年益寿了。一步退，步步退，怪不得没有人把你这狗屁皇帝放在眼里。先不说这个，刚才那招掌心竟能蹦出雷霆，还有你那身手，简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哼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说了你也不明白，就当我是山上修仙之人好了。哦，国师说的果然没错，这一星将士扭转乾坤。杜姑娘，还请给朕一个机会，让朕略尽地主之谊，还请入宫一叙。也好，正好能借此机会索要玉玺。皇上，陈二虎护驾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平身吧。皇上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都灵都姑娘，刚才她出手相助，救下朕和宁王。这些都是都姑娘一人所为。宫门守卫呢？怎不见人影？哦对，宫门守卫何在？竟早已遭歹人暗算。皇上，臣根据守卫们的伤势推断，此人可以说心狠手辣，丧心病狂，毫无人性，变态至极呀！哎，皇上呢？哎，杜姑娘，随朕火速回宫，加强戒备。怂包！皇上，等等我！就是这儿吧。喂，愣着干嘛？让我抱你下来。哦，我没看错吧？这还是那个嫌宫中之事琐碎繁琐，对女子能躲就躲的皇上吗？他对都姑娘未免也太上心了吧？还好我处事严谨，没有待她不周，我真是太机智了。耶！姑娘请看，这便是我大印的珍宝阁，天下奇珍尽汇于此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拿去。这些，还有这些，都拿走。都不要。我想要的只有一件，那就是传国玉玺。杜姑娘，你这个玩笑有些猖狂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哎呀，真的不行吗？
我听说，只要把你的脑袋往桌上狠狠敲3下，你同意的概率高达99%。杜姑娘，传国玉玺象征天命，就算你是救世主，朕也不能如此儿戏。哎呀，你少装模作样了！我知道，这玉玺对于你来说，其实就是一个负担。他怎么会这么懂我？莫非他不仅是大印的救世主，还是上天赐给我的有情人？这样，我要玉玺，你呢就刚好躺平，去做一个逍遥皇帝，什么都不用管。这不正如你所愿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这江山社稷、祖宗基业，岂能说不要就不要？那不成亡国之君了吗？我不要江山，我只要玉玺。不要江山，只要玉玺，那不是买椟还珠、本末倒置吗？得找个能让他理解的理由。方案 A 联姻，方案 B 合谋，方案 C 刷好感。你就当是我问你要的定情信物吧。定情信物？你是说和我通房？没想到他对朕也是一见钟情，看来这不仅是大印的机缘，也是朕的天定姻缘啊！朕明白了，都姑娘果然非同凡响。寻常女子不过索要香囊一枚，都姑娘一开口就是国之重器，好，有气魄。这就心动了，看来这撩男人也没多难，简直易如反掌。那我就当你同意了。都姑娘，你放心，朕答应你的，朕绝不反悔。贵妃娘娘，不好了！皇上回宫了，还从外带来了一个女人。什么？皇上嘴上说着最近天灾频出，要去白鹿寺礼佛祈福，结果偷偷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了。是啊，娘娘，皇上对那个女人的喜欢都快写在脸上了。他在咱们这儿，咱们这儿从来都没有那么高兴过。本宫倒要看看是哪个小贱人能把皇上迷成这样。走。都姑娘，都姑娘，你要干嘛？都姑娘，别找了，玉玺真不在我身上。你能不能给我好好解释一下？你堂堂一个皇帝，居然拿不到自己的玉玺，你不觉得这非常离谱吗？母后觉得我刚登基半年，羽翼未满，还不够坚韧，所以玉玺暂由她保管。不过，等我日后当上雄主，能独当一面了，自然。史书只记载他是个庸主，可没想到实际情况更夸张，他居然连玉玺都摸不着，找你真是失策。都姑娘，你先别急，等日后我拿到玉玺，我立即让人给你送去，好吗？一点儿也不好。为什么？其一，这个玉玺得由你亲手传给我，才能符合这个玉玺在你手上失传的史实。这时间线，不然会让我仙缘尽毁呀。哦，意思是不能转交，也不能代收。都姑娘，这是不是代表我俩的缘分像上天注定一样，要牢牢的绑在一起啊？我跟你的缘分就看这玉玺了。看来都姑娘是想让我先展示诚意。那都姑娘，你刚才说的其一，那其次呢？这个其次嘛，其次就是我不想等了，我想回家，我等不了了。
臣妾恐久居无名，无颜回乡面见爹娘。若皇上能早赐恩宠，臣妾感激不尽啊。虽然我没有经验，但既然都姑娘有此意，那我就成全她好了。你干什么？都姑娘，我只是想成人之美。胆大包天！我警告你啊，我只是想要玉玺，你别再对我动手动脚。我虽然不能让你死，但是我可以让你生不如死。听懂点头？都姑娘，你放心，在玉玺没有找到之前，我绝对会秋毫无犯，绝对不碰你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这个贱女人，简直恬不知耻，还不快从皇上身上起开！庞贵妃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夜闯朕的寝宫！皇上，你居然为了一个野女人凶我！她不是野女人，她是朕的救命恩人。哭就知道哭，朕的福气都被你哭没了。就是野女人，就是野女人！姑娘，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想必你是为了获得皇上的恩宠，才自导自演了这一出好戏吧？喂，我家娘娘问你话呢。啊，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娘娘，是在说我们是王八吗？就你多嘴。这件事情与你们无关，现在立刻离开这个房间，从此不要再踏进来半步。你竟然敢威胁本宫，本宫倒要看看。这压迫感是怎么回事？本宫怎么不由自主就退出来了？娘娘，咱们就这么被吓出来，会不会太没面子了？本宫想进来就进来，想出去就出去。本宫今日偏要留在这儿伺候皇上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个小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本宫！这打你还要挑日子吗？识相的，赶紧滚！我要是偏不呢？看来刚刚下手还是太轻了。好的倒是挺快啊。哎，我有办法啦！都姑娘，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我堂堂一大英皇帝，怎么成了梁上君子了？不然呢？真等你找个玉玺来啊？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。都姑娘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这样，你下去找玉玺，我在这儿帮你把风。那样不好吧，都姑娘？我要是被人发现，我这皇帝还当不当了？要不咱们还是从长计议，先走吧。怕啦？怕的。怕就克服一下。奇怪，这玉玺真的不见了？难道是被偷了？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玉玺不见了啊！真的不见了？那你再找找呢？能藏的地方我都找遍了，真的没有。
没用，我来。启动全域扫描。奇怪，还真没有。哎，会不会在你娘的床榻上？哎，别！母后她不是那种人，我们快走吧。今天找不到玉玺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何人夜闯本宫寝殿？现在走吧，被抓住我们就死定了。母后，早安。母后，早安。母后，你也要跳舞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别！哎呀，参见太后，我和皇上是来保护您的安危的，我们特意前来给您守夜。什么？母后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。哼，宫中禁地竟有如此狂徒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启儿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一开始不告诉我？母后，你别急，我们当初是怕你担心，所以没敢告诉你。要不是因为都姑娘，儿臣的性命恐怕都没了。所以您千万别怪罪她。太后大人，你消消气，你息息怒。罢了，念你护驾有功，此番僭越啊，本宫就不追究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在宫里不比在外，做事不能这么没规没矩的。是。启儿，接下来作何打算？儿臣已命御林军去现场清点，还让宁王全权负责追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本宫说的不是案子，本宫指的是他。你打算如何安置？都姑娘，都姑娘，母后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少在这儿跟我装糊涂。往日里，本宫多少次要求你挑选秀女，好给皇家开枝散叶，你都总是百般推辞，就连跟庞贵妃的大婚也是一拖再拖。可如今反倒从宫外迎回一位女子，行礼不礼。你二人什么关系？不是明摆着的吗？难得启儿喜欢个女人，你的家事本宫就不再过问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名分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怪不得这皇帝这么爱自作多情，原来是他这一传的。太后您误会了，我呀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呢只希望能助他一臂之力，让他成为真正的掌印之人。我这个暗示够明显了吧？母后，都姑娘身手极好，人也好，所以儿臣想，儿臣想封她。陛下，太后，你看现在形势动荡，事情也没解决完，不如就先让我做他的随侍，这样呢，我既能护他周全，又能为他方便行事。太后，您觉得呢？那就先这么办吧。母后，这几日你暂且住在皇上的偏殿，虽然你二人名分未定，但是既要做皇家的女人，该有的体面
也不能落下。这盒首饰呢，是先帝赐给本宫的，你先拿去用吧。玉玺，我的传国玉玺呢？玉玺，我的传国玉玺呢？说，玉玺是不是你们偷偷拿走的？根本不是来给本宫守夜的，是眼见窃喜败露，伙同起来诓骗本宫。别慌，陛下，只要玉玺不在我们这儿，我们就是清白的。母后冤枉啊！儿臣和都姑娘一整天都在陪着你，怎么可能偷着玉玺啊？哼，空口无凭，你让本宫如何信你？都姑娘，都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搜身啊！都姑娘，你当着母后的面这样不太好吧？够了，是羞耻！这不脱怎么证明不是我们偷的呢？太后，这下你愿意相信我们了吧？看这样子，不像是在说谎，难不成真是我误会他？啊？还不信啊？那我随一个吧。好了，本宫姑且信你们一次，但是玉玺失窃乃大事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太后放心，请给我7天时间，我一定将玉玺交回给您。你太后不信我？好，本宫允你7日。都姑娘，这块腰牌你拿着，有此令，便如见此君。宫中相关事宜，听你调度。7日内，本宫会封锁玉玺失窃的消息。7日后，若你没有找回玉玺，那玉玺便是你偷的，所有后果皆由你一人承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传国玉玺不知所踪，如此天大之事，却要把它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姑娘查办，未免儿戏了吧？母后，皇兄，发生此等大事，竟把儿臣和太师排除在外，莫非是信不过我们？太师、臣弟、贵妃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拜访母后，恰巧遇上贵妃娘娘和庞太师，顺路啊。老夫倒是有国家要事要向太后禀报。这位是？他是皇上新晋的随侍，叫都灵。爹，昨晚就是他打的我，你可要为女儿做主。我当是何等人物，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随侍。皇上，太后，此女以下犯上，侮辱贵妃，按律当严惩，以正公规。那就……等一下。都姑娘是朕的救命恩人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母后，要不等都姑娘先说一下再定夺？都姑娘，你可有话要说？就是我打的，如何呢？又能怎？太后，你看他。都姑娘刚刚进宫，有些规矩还不熟悉，那就让她在宫中禁足3日，好好反省吧。太后，此女以下犯上，不严惩，传出去，后宫难以立威呀。就是，她今天敢打贵妃娘娘，说不定哪天就连皇上也敢打。来人，把她拖出去打80大板，立立规矩。且慢！又怎么了？母后，太师，其实昨夜朕也在。
是贵妃夜闯朕的寝宫，所以都姑娘才出手的。皇兄此言是要为了一个随侍委屈我们贵妃娘娘。皇上，你居然偏心这个贱女人！朕再说一遍，她是朕的救命恩人，不是什么贱女人。如果再让朕听到关于她的坏话，张嘴！臣妾知错，请皇上恕罪。好了好了，此事就此作罢，都不许再提。作罢！庞大师还没给我道歉呢，刚才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80大板，我必须得要个说法。都灵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冷静，冷静，千万别动手。既然庞太师身为太师，那做个表率吧。没听到皇上让你道歉吗？你是耳朵聋了，还是皇上说的话不好使了？方才是老夫失言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庞太师何必行此大礼？我就原谅你了。罢了，至此恩怨两清。太师，你方才急急求见，所称的要事究竟是什么？臣等弹劾陛下失察之罪。太后，自你还政，新皇登基已半年有余，这期间，皇上执意改革，推行新政，致使国本动摇，屡遭天谴，这不是圣上失察，又是什么？皇上失察，上天不满，这才降下责罚。长此以往，我大印必将亡国呀！新政祸国，动摇根基，臣等恳请太后懿旨，即刻废除新政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印之将倾。他们口中的天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唉，可多了。我一推行新政，门口老祖宗留下的老槐树就被雷劈死，然后就是宗庙失火，还死了人。不好了，宗祠失火了！接着就是运河决堤，庄稼都被淹死了，百姓民不聊生。现在呢，连传国玉玺也不翼而飞。你说我是不是做事太鲁莽，导致上天故意责罚我？别说，那还真有可能。我记得史书上没提过赵启新政，难道是后来失败了？哎，你到底做了什么这么招人恨？无非就是改制科考，让那些出身寒门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入朝为官，能分到田地种地。唉，让那些达官贵人也吐一吐。历史上都说赵启是个废柴皇帝，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呢？真是大才呀！皇上，杜姑娘，你这么一直看着我干嘛？这么多人呢。我看你脑袋装的也不全是水嘛。你这一个人办了这么多利国又利民的好事儿，结果他们为了一己私欲联合起来想要弹劾你，这也太不是人了。杜姑娘，你真这么想？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有人认同我。杜姑娘与朕果真是天作之合。他一个人觉得对有什么用？满朝文武说不行，那就是不行。唉，说的也是，我一个皇上还不如太师说话管用。太后，如今
就连传国玉玺都已遗失，此乃天启我大隐之征兆啊！请太后懿旨废除新政，以安天下。恳请太后废除新政。罢了，九姨重卿所不能废除。这新政实施获利的究竟是谁？你们真的不知道吗？嘴上说着为国为民，实际都是为了自己的钱袋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妄议朝臣，还擅闯朝堂！来人，当庭杖毙！谁敢？经典力学，专治各种歪门邪道。爹，你没事吧？妖女，胆敢殴打朝廷重臣！你先别说话，你们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把这妖女拖下去！朕看谁敢！恭请皇上圣安。皇上，你刚刚都看到了，她就是个妖女。住嘴！这是我大印王朝的救世主。什么意思？国师昨夜夜观天象，得一神谕，称有异星降世，能救大印于水火。都姑娘出现的时间与神谕相互映证，还从黑衣人手下救下了朕。你们对大印的救星不敬，就是公然忤逆朕。神谕没有别的见证人在场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你的意思是朕在撒谎？老臣不敢。现在朕宣布，即日起，都姑娘便是我大印的救星，任何人不得侮辱，如有冒犯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唐贵妃，朕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警告你，不要对都姑娘出言不逊，一犯再犯，把朕的话当耳旁风冒。朕罚你家中禁足，不得进宫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求您别赶我走。带走。爹，够！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回玉玺，7日后就是我大印祭祖之日。若是找到玉玺，那所谓的天谴必不攻自破；若是没有找到，那必是皇帝失察，新政祸国。本宫自当亲自拨乱反正。都姑娘，快过来！这是在干什么？即日起，这华阳宫便是你的寝宫，宫内摆设均按最高规格配置，宫内的奇珍异宝你随便用。然后呢？然后朕特封你为镇国贵人，志同亲王，见你如见朕，宫中所有人任你处置。朕还是第一次看到庞太师被打，朕一片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赵启，你是觉得我找不到地方睡觉，还是生怕刺客知道我住在哪儿？是觉得这个玩意儿能当暗器使吗？还是觉得那个东西能打爆庞太师的头？朕就是想谢谢你的好意。真想谢我？用这个去把庞太师绑回来问话。朕这赏赐是不是赏到马蹄子上了？
皇上，杜姑娘行事非凡，非常人所能及啊！杜姑娘，杜姑娘，玉玺盗窃一案可有何头绪？没有啊。那你这不是自己坑自己吗？这等大事，你若食言，到时候朕也保不了你啊！那是我的事儿，你急什么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怎么？雷击古树，宗庙失火，运河决堤，玉玺失窃，这一连串的事情都指向了同一个人，那就是庞太师为首的党羽。他们将这些人祸伪造成天谴，大做文章，为的呢就是扰乱人心，以舆论阻拦政治改革，废除新政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传国玉玺现在就在庞太师的手里？极有可能，不过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偷到玉玺，又是藏在哪里的。但是只要把他扳倒，就能人赃并获。可庞太师是3朝元老，想要扳倒他没那么容易啊。谁说的？拳头就能解决。杜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查案。等等朕。现在已经查明，古槐树遭遇雷击，是因为事先有人安插了引雷针。这宗庙管事的口鼻中没有粉尘，是因为已经被人杀害。为的呢，就是能够确保纵火案完全能够成功，不会因为工人的发现而被扑灭。运河决堤，决口自庞家田产处而起，这闹事的百姓大多都是受雇于庞家的佃农。杜姑娘，朕被你说对了，这些天谴都是庞太师搞的鬼。只不过这些都不是铁证，以庞太师的能力，他完全可以找个替罪羊替他顶罪。想要扳倒他，看来必须得人赃并获才行。只不过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这些证据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眼前一样。皇上，杜姑娘，不好了！庞太师正在天坛游街，3步一拜，引来大量百姓围观。您2位快去看看吧。这个老头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走，看看去。庞太师，还请您不要再拜了。今日一早，也就一言不发，朝着宗祠方向3步一叩首，头都磕破了。您这样叫我们于心何忍呐？是啊，太师，天灾难测，非您之过呀！您要保重身体呀。庞太师，皇上执意推行新政，遭到天谴责罚，可这又与您何干呢？与我何干？这天谴伤及我大隐子民甚重，老夫作为当朝太师，能匡扶军师，你说这与我何干？太师，这下看懂了，政治作秀。老夫本以为新君临政，开创辉煌，怎奈皇帝罔顾祖制，逆天而行，这才触怒天威。皇上，臣这就去叫停他们。先别去，这样反倒会贻人口实。先看看再说。是老夫未能死谏力争，未能力挽狂澜，就连传国玉玺都被上苍收回，不翼而飞了。就连传国玉玺都被上苍收回，不翼而飞了。什么？传国玉玺不见了？这国之重器，这是天阳王我大印吗？看来庞太师所言非虚，真是皇上触怒了上天呀！此乃上天断绝我大隐国运的凶兆啊！老夫身为太师，愧对社稷，愧对列祖列宗，老夫有罪，
罪该万死！太师忠义！太师，您要保重啊！昨夜，先帝托梦于我，称唯有以至诚之心，三步一拜，前往白鹿寺祈福7日，或可消弭灾祸。老夫愿散尽家财，捐黄金1000两，以求佛祖垂怜，护我大隐，永保太平。谢太师。永享太平，说得轻巧。如果上天真的有意降下责罚，那必然还会再有一次天谴。此话怎讲？这还不明显吗？国运讲究的是五行流转，玉玺失窃，雷击古墓，运河决堤，宗庙失火。这金木水火，目前只差土劫，所以下一次天谴肯定和地脉有关。何处地脉？莫非又与皇上有关？城南土地庙是皇上登基时亲自主持修建的，所以如果再有下一次天劫，此地就是下一个应劫之处。皇上，杜姑娘这是在干嘛呀？怎么还把祸水引到您修的庙去了？这不是帮倒忙吗？别胡说，杜姑娘这样做肯定是有她的道理。臣不是着急吗？这又何尝不着急啊？现在树劈了，河淹了，人烧了，玉玺也丢了。要是这庙也没了的话，朕的新政就真被他们说成遭了天谴了呀。可是臣是觉着……先别说话，先相信。姑娘既通晓天机，不知土地庙之应劫应在何时啊？3日之后，五行属土，地气涌动。如果天意真如此，土地庙必塌；如果土地庙没塌，那就说明所谓天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是有人想要利用灾害构陷皇上。谁呀？这么大胆子，竟然敢陷害皇上！这么大胆！就是啊，可不是嘛！真是胆子大啊！皇上，臣明白了，都姑娘这是逼庞太师3日后必须去土地庙。没错，这就叫请君入瓮。嘿嘿，可是庞太师城府颇深，恐怕很难中计啊。他费尽心力伪造这么多天谴，多少人因他而死，他不会就此收手。先前他向母后弹劾朕，就想彻底的搞死朕，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再次犯案，绝不会半途而废。皇上英明，不是我英明，都贵人英明。果然如国师所料，他真是大印的福星。庞太师，你这时候急着去祈福，是想避避风头吧？3日之后天谴与否，自见分晓。狂妄贱人，安敢如此！北撤，去宁王府。干得不错。岂有此理！从哪儿冒出来的野丫头，竟敢让老夫当众出如此大丑！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那还不是你自找的？玉玺丢失本就是皇家私事，现在搞得人尽皆知。堂堂太师被一介女流搞得下不来台，当真可笑啊！那老夫不是想鼓动民意，向皇上施压吗？那你做到了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。那女的身手了得，我经养多年的死士，在她面前撑不过1个回合。来硬的，我们恐怕是不行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计。他不是让我们对土地庙动手吗？那我们就如他所愿。你这是让老夫送死！置之死地，方能后生。太师放心，只要有他在，没有人敢动我们。
动作快，把神仙毁了！站住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这等你们这么半天，我还以为你们不敢来了呢。狗皇帝是没人了吗？派个娘们来守着。小妹妹，你是想单挑我们全部，还是想我们群殴你一个呀？老大，这女的好像不好对付。怕什么？她一个女人，我们3个男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给我上！给我走！带走。说不说？到底说不说？说啥呀？你都打了我3个时辰了，就问我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你倒是问啊！你什么都不问，就拿这个小皮鞭在那抽，还给上面缠了铁符。你是想边打边消毒是不是啊？问啊！你倒是问啊！哦，我没问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杜姑娘，宁王殿下来了，说要亲自审讯刺客同党。那问你的人来了？拜见宁王殿下。免礼。宁王大人，你来做什么？这个案子怎么看，好像都轮不到你来插手吧？这些人用的武器和先前刺杀皇兄的是同一之事。本王自奉皇命，前来调查行刺案真凶，自然要亲自来审一审这几个犯人。是。杜姑娘，可否行个方便？死装男，我倒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招，请便。哦，火烧！老大，刚才杜姑娘打了他3个时辰，他一句话都没说。现在宁王一下没打，他就全都招了。哎呀，你活的不耐烦了，少琢磨这事儿，当好你的班就行了。这就招了？不然呢？不招疼啊！我就是看不惯那个皇帝，所以啊，我就伪造天谴，嫁祸他人，为的就是让他民心尽失。哎呀，脱手无益啊，赶快签字画押吧。哎，很好，看来这一切都水落石出了。等会儿，杜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人犯已认罪，你若要查询证物，本王早已准备妥当，就存于库房，您大可以亲自去查看。你确实一开始就准备好了物证，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把他们推出来当替罪羊，而真正的幕后主使此刻就站在这里，对吗？宁王殿下。宁王，这跟庞太师有关的线索是你故意放出来的吧？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将庞太师和天谴联系在一起，误以为这庞太师才是幕后的主使。杜姑娘真的被你说对了，这些天谴都是庞太师搞的鬼。可是这线索过于清晰，很容易让人怀疑，所以你就拉他们出来当替死鬼，这样就没有人怀疑庞太师，更没有人会想到你宁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宁王自导自演，你还蛮有才华的嘛。杜姑娘果然机敏，那你应该已经猜到了，本王既然出现在了这里，也就意味着土地庙已经被毁了吧？确实，这下天谴也坐实了。没错，天谴坐实，人心尽失，皇兄的皇位坐不坐得稳，这可就难说了。但是本王还得感谢杜姑娘帮我这么大一个忙呢。
你就这么确定我们找不到传国玉玺吗？当然。那如果我说这传国玉玺从一开始就没丢呢？那如果我说这传国玉玺从一开始就没丢呢？什么？玉玺没丢？那我拿到的是什么？不对，不对，玉玺早就被我偷出来了，他一定是在虚张声势。不信的话，随我去白鹿寺一看便知。去就去，谅你也不敢拿本王怎么样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王爷，你可算来了，王爷，你快帮帮庞太师吧！庞太师对大印可是忠心耿耿啊，必定不可能是偷窃玉玺、伪造天谴之人啊！是啊，老朽愿以身家性命力保太师的清白，还请您劝解陛下，不要听信小人谗言，冤枉忠臣呐！有话慢慢说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禀王爷，太师自从那日天坛游街之后，便遁入白鹿寺闭关，为我大印礼佛祈福，以求消除天谴。可皇上不知听信了哪个小人谗言，竟然怀疑是太师偷了玉玺，还派人送了太师府。结果呢？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。可是皇上又来此质问太师，看这个架势，恐怕太师是凶多吉少。救救太师吧，王爷！快救救太师吧，王爷！好了，王爷，好了，诸位大人请放心，庞太师乃国之柱石，本王自当尽力斡旋。谢谢王爷。宁王、都姑娘，请留步。皇上和太师正在礼佛，还请稍等片刻。还说不是虚张声势，若不是玉玺丢了，以皇兄的性格，绝不会如此大动干戈。哼，你确定？我们是兄弟，是你了解他，还是我了解他？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要是玉玺还在，你就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。好啊，若是玉玺丢了，那我就把你扒光了，挂门楼。礼佛已毕，宁王、都姑娘，皇上有请。你皇上，看来是老臣赢了。皇上，看来是老臣赢了。太师何出此言啊？皇上，眼下天谴坐实，足以证明您推行改革是违背天意之举，还请您就此收手。太师，你的意思是朕错怪你了？老臣不敢，但事实胜于雄辩。皇兄，庞太师对我大印忠心耿耿，绝无可能是那窃喜之人。您若再这么纠缠下去，怕是要落个苛待老臣的骂名。我看皇兄还是请回吧。朕若就此半途而废，那推行新政也会半途而废。今天，朕必须做个了断。皇上，你又何苦执迷不悟呢？安安稳稳恪守祖业，做一个逍遥皇帝不好吗？新政意味着变，意味着乱，您心里难道就一点不害怕吗？朕害怕，可为这天下苍生，值得一试。这还是我那个废柴皇兄吗？难不成他之前都是装的？这家伙怂是怂，可该硬气的时候从来没掉过链子。皇上，一切准备妥当了。庞太师，朕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真的要跟朕的新政对抗到底吗？倘若你现在回头，不干涉新政，朕便许你荣华富贵，坐享太庙。皇上，老臣已言尽至此。
喜，是玉玺，传国玉玺找到了。天谴与否，自见分晓。狂妄贱人，安敢如此！杜姑娘，请留步，皇上请你回宫一叙。玉玺居然真的在你这儿，你居然瞒着我！我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让我去皇宫偷玉玺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又怕你生气，所以一直瞒着你，没敢告诉你。杜姑娘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请您帮帮我好吗？原来是你拿了玉玺，你藏起来了啊！玉玺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看来皇上说太师为了对抗新政，伪造天谴，是句句属实，一点都没有冤枉他。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哎，你为何算计老夫？哎，庞太师，你这句话信息量可就很大了哦。你的意思是，王爷他跟你是一伙的？是一伙的，是一伙的，是。杜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。本王对大印忠心不二，怎么可能和这窃喜贼子沆瀣一气呢？我是窃喜贼子，你分明知道我手中根本就没有玉玺。王爷，看您是怕引火烧身，才又叫人将玉玺藏入香烛，祸水东引，让老夫做你的替死鬼。哎，天哪！难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宁王？啊，这简直是惊天大案呐！你住口！皇兄，这老匹夫狗急跳墙，胡乱攀咬，还请将他速速拿下，押入天牢，即刻问斩。带走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丢卒保车，天必诛之！天必诛之啊！众卿请看，传国玉玺已经寻回，天谴之说不攻自破，唯心辩证，变法图强。皇上君临天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耶！传国玉玺不是在我这里吗？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难不成那个玉玺是假的？你手中那块玉玺才是假的。果然不出朕的所料，偷宫中玉玺，暗中指使庞太师伪造天谴之人，真的是你。你可真是朕的好臣弟呀！皇兄说什么呢？臣弟怎么听不太懂啊？臣弟，你我之间就不必再遮遮掩掩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偷的玉玺是我暗中调包的假玉玺，真的玉玺一直在朕手上，从未丢失。真正的玉玺被磕破了一角，其中用黄金填补，俗称金镶玉。你手中的那个玉玺应该是完好无损的吧？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要偷玉玺的？朕好歹是一国之君，如果连这些眼线都没有，岂不真成你们口中的废柴？要怪，只怪你们太不了解朕，所以才出了纰漏。所以说，你们一直知道我的计划是什么，只是一直在演戏罢了。算盘珠子都拨人脸上了，我们只是顺水推舟罢了。难怪玉玺出现时，
庞太师会以为我嫁祸于他，而真正栽赃他的人其实是你们。我自以为掌控全局，没想到被你们玩弄在股掌之间。王爷，你现在还觉得你很了解他吗？我犯过最大的错误，就是自以为了解他。皇兄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？是登基那天，或者更早？我从来都没有变过，只是你从来没有看清过我。原来我之前熟悉的大哥已经死了。死到临头还在挣扎，愚蠢！成王败寇无话可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臣弟，朕念在你我手足情深，朕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只要你安心做你的宁王，你和庞太师勾连之罪，朕可以既往不咎。你的那些证据，朕一并烧毁了。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，只是君无戏言。毕竟朕可以容你，别人不能容你。你的那些证据不被发现，最后你还想耍什么把戏？臣弟，不知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和都姑娘还有一个赌约？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要是玉玺还在，你就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。好啊，若是玉玺丢了，那我就把你扒光了，挂门楼，我就知道没那么便宜。臣弟只要履行诺言，博都姑娘一笑，谋逆之事，朕可以既往不咎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想让本王下跪，不可能。哦，绝无可能。这不是磕的挺响吗？都姑娘，臣弟好像有点不太行啊。没事，我有一个独家醒神法。嘿，嘿，你看见没？我说吧，臣弟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赵齐、杜陵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庞太师欺君罔上，伪造天象，窃弄玉玺，罪证确凿，即刻问斩。抄没庞氏全族家产，男丁流3000里，女眷没入掖庭。为庞妃侍驾多年，特悯其情，敕夺贵妃封号，贬为答应，迁居永相司过，钦此。怎么会这样？庞贵妃？哦，不对，庞答应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接旨啊！上。娘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刘主事，你是我爹的学生，他平日待你不薄，这次抄家，你能否高抬贵手，为我庞家留一丝体面？我也只是个打工的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大人，庞太师的家产已经初步查清，总计是10万两。什么？10万两？总计是10万两。10万两？这个老贼竟然搜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！要我说，应该让皇上好好查一查，把这些人通通赶尽杀绝。大人，我刚才好像看错了，庞太师的家产应该是110万两才对。110万？要我说，这先斩后奏还是太便宜他们了。就应该把他吊起来，用1桶1桶的开水浇上去，然后等他泡熟之后，把他的皮剥下来，用钢丝球在上面狠狠摩擦，在里面塞上稻草，做成稻草人，挂在大殿上，以儆效尤。贵人说的对。你也觉得我这个方法不错吧？贵人好样的！我刚才又看过了，
庞氏的资产是1110万两，还有没有记名的隐性资产，我会逐步查清，然后尽数充公。行，把这些都搬回去吧，任何值钱的都不要浪费。都听见了吗？仔细了点儿，都给我放回武库。别的都可以，这个不行，还给我！难怪脑子不好使，原来是看这些看的。你这个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放着好好的贵妃不做，偏要在这兴风作浪。早知这今日如此狼狈，当初又何必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？送他回冷宫，庞家之事到此为止。2000万，国师府都掏空了，还差1000万啊！国库亏空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杜姑娘，你来了。少来这套，西武陪你演了，这奸臣我帮你抓了，连人家我都给你薅了。传国玉玺呢？杜姑娘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这个事儿嘛，你让我小小的狡辩一下。你该不会意思是我现在拿不到玉玺吧？是母后，她怕这个玉玺又出差错，所以提前藏起来，我没拦住。你不是已经成长了吗？怎么还是妈宝男？赶紧去偷出来啊！快点！母后吸取了教训，她藏哪儿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母后跟文武百官答应我了，只要我把这1000万两填补上，她就会在祭祀大典的时候把玉玺正式的传给我。哎，杜姑娘，你好人做到底吗？送佛送到西，就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。我知道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充盈国库简直就是手拿把掐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！我帮完你这个忙过后，你要是再不给我玉玺，信不信我？懂了吗？他对朕果然上心，祭祖那天，朕定要向他表达心意。喂，杜姑娘，是否愿意陪朕左右，母仪天下？我愿意。杜姑娘，自从与你相识，朕才方知情为何物。这江山社稷，朕愿与你共享；这往后余生，朕愿意和你共度。不知杜姑娘是否愿意陪朕左右，母仪天下？我愿意，很早之前我就愿意了。口水擦擦，专心点儿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这2天没睡好觉。那个杜姑娘，你刚才要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想不想跟我干票大的？你这是……你那个弟弟这些年结党营私，贪污的银钱加起来，可比国库整个亏空都只多不少。朕早有猜测，不过苦无实证，且他行事谨慎。证据不需要，我们让他自己乖乖把钱吐出来。我们让他自己乖乖把钱吐出来。他自己吐出来？
臣弟岂能甘心啊？这人嘛，那总是有软肋的。这越是自负的人，软肋就越是明显。你那个弟弟赵仇，他的软肋就是野心和恐惧。他怕自己失去已经得到的，又怕得不到想要的。我们呢，只需要搭一个戏台，在上面放上他想要的筹码，他就会自己乖乖上台来，并且疯狂加码，直到掏空家底，还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。此法可有风险？会不会打草惊蛇啊？风险就是让他气到吐血。至于打草惊蛇嘛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被人算计过，只能打落牙齿或血吞的滋味，这才杀人诛心。怎么样，想不想跟我玩这票？朕信你，你需要朕怎么配合？很简单，明天呢，你再去给他喂一颗定心丸，就说这庞太师一案已了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呢，所有证据一并销毁。朕明白了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剩下的交给我。杜姑娘，谢谢你。自从你出现以后，朕觉得这龙椅也没有那么冰冷。少肉麻了，有空好好讲讲明天怎么演吧。你的表情管理一直都不太过关哦。杜姑娘，你和我哥的关系应该不错吧？有话直说。听说他前几日抄了太师府，确定都抄干净了吗？怎么，宁王也对这事感兴趣？杜姑娘，你这么说话就有些难听了。也不是不行。我这儿有个好消息，你不妨可以试试。明天皇上会拍卖庞太师的一些书画，来填补国库，这些都是些好东西。如果宁王想大赚一笔，不妨拍几件试试。有这等好事，你会便宜本王？怕不是圈套吧？百鸟朝凤图中标者，宁王殿下；春光海棠中标者，仍是宁王殿下。汉宫夜宴，海屋天绸，芙蓉锦鸡图，宁王，宁王，还是宁王。你做的不错，本王不会亏待你的。那就先谢谢宁王了，你就笑吧，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各位大人，本次密价竞买已毕，恭请各位依序离场。岂有此理！整整17幅画，全部进入宁王囊中，天下哪有这等巧事？我等所出价码，莫非形同虚设？早已内定宁王，这竞买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。那岂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吗？老夫平生最恨这暗箱操作的人，今日必须给个交代。对，必须给个交代。放肆！参见宁王。叫啊！怎么不叫了？刚刚叫的不是挺欢的吗？此次竞拍绝对公正，只不过本王志在必得，出价远高于你们这些鼠目寸光之辈，还不退下！诸位大人请慢。王爷，诸位大人，不好意思，方才清点疏忽，遗漏一宗拍品。此物虽非名画，亦有价值。若诸位对密价有疑，不若将此物公开叫价，以示公允，如何？是什么东西？不要拿个什么破烂东西糊弄我们。是庞太师平日的往来信札。信札？不得了啊！是啊，往来信件。昨夜皇兄召见我的时候，不是说这些东西已经尽数焚毁了吗？难不成是皇兄在骗我？臣弟，明日竞拍，你安心前去便是。
不会再有人借此生事。果然有诈，方才轻点疏忽，遗漏一宗拍品。假意安抚，实则暗藏罪证，欲待他日挟制于我。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竟被宫人误作拍品犯主，真是天助我也。这天命果然在我呀！宁王，刚才你说什么？去，给本王拍下此物，不惜任何代价。我去吗？宁王怎么不自己出手啊？有传言说，之前庞太师谋逆，宁王才是背后主使，只是苦于无证据。若是信札里有些蛛丝马迹，我们岂不是大功一件呐？可又有传言说，皇帝念及兄弟情深，不愿追究。那又如何？我早就看宁王不顺眼了，能抓住他的把柄，我定要他好看。若本王与他们相争，岂不是说明了本王心里有鬼？你要避嫌，本王更需避嫌。可是，放心，此物技术遗漏，本就不在冤册之内，无人会非议于你。哎呀，行吧，当然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。这要是我出价高了，你可不能怨我。无论价格多少，本王照单全收。只要宁王不出面，官员们就会怀疑这些只是普通书信，竞价必然不会激烈。即便有人想侥幸一试，价格高于预期便会退缩。宁王现在一定觉得自己胜券在握，可是我偏不让你如愿。钟大人久等了，现开始公开叫价。此物乃庞太师手札，起价5万两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00两。这次怎么没有宁王参拍啊？他按兵不动，莫非这些信件只是废纸一张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富贵险中求，我出5万两，50万两。杜姑娘，就这般叫价，你莫不是来搅局的吧？哎，大人，您这话可就说严重了。我呢，一切都是听我东家的指示。东家，代拍啊你？我家大人说，这慢慢抬价费时费力，不如一次性抬上去，还能省一些浪费的银钱。那你东家何人呢？哎呀，这个东西我可就不方便透露了。哼，原来如此，我岂能让你得逞？都姑娘出价50万两，可还有叫价？我出100万，我出100万。哎呀，大人，这些东西纸张泛黄严重，蛀虫严重。哎呀，这里面就是一些陈年琐事，这要不是庞太师的手笔吧，肯定都是论斤售卖。大人，你眼光独到，就不要和我争这些无用的废纸啦。杜姑娘，你不要巧言令色了，老夫断定此物必内藏乾坤。嗨，哪有什么乾坤呢？大人，不瞒您说，我家大人与太师是旧识，也就是念及这故人的情分。这玩意儿价高，占地无用，这换作是我，白送我都不得要。不用解释了，杜姑娘，你是局外人，与此事无关。但这拍品，老夫志在必得。200万。这个杜陵，你到底会不会办事啊？各位大人，手下留情。本官可不能让宁王捡这么大的便宜。300万，400万，500万，600万。600万，我们还拍吗？他叫价这么果断，证明这书信里面必有宁王的罪证。纵使得不到，也要扒宁王一层皮。好，我们3位合资，8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，那可是本王的全部家产。1000万两，实非我等所能及呀。既然已经让宁王大出血，不如
就此作罢。也罢，我不跟了。1000万一次，还有没有更高出价的了？1000万2次、3次，成交。恭喜杜姑娘，以1000万的价格竞得此宗拍品。此次竞买圆满终了。你是不是故意坑害本王？就那些废纸，怎么可能值1000万呢？啊！宁王大人，是你让我出去拍的，你还说了拍贵了不怪我。这下我东西帮你收回来了，你还骂我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那也值不了1000万呢！本王都被你搞得倾家荡产了，你还说不是在坑害本王？宁王大人，我可是整整帮你拍下了17件珍品，虽然这有些是拍贵了吧，但是我也是奉命行事，这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？罢了！既然此物没有落到他人之手，本王便不与你计较了。但是你害本王亏损巨大也是事实，所以先前许你的那1成礼，恕本王无法兑现。哎，喂，出尔反尔是要遭报应的！喂，1100万两。皇上，我没看花眼吗？分毫不差。这17件字画共计100万，庞太师手书信札独得1000万。杜姑娘，大恩难报，且收我一半。我也一样。哪里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毕竟我还惦记你的玉玺呢。杜姑娘，你放心，2000万的国库亏空已经补足，母后定不会再拖延。只是，只是朕有点不太敢相信，这1100万，臣弟竟然给得如此之痛快。啥意思啊？痛快还不好啊？爽快，就证明他心虚，害怕夜长梦多，证明心里有鬼。看来臣弟勾结北狄之事，证据确凿。他如此急切，一定是怕信札中有通敌的实证。臣弟一定是想要这信札中通敌的证据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怎么一句话的功夫，宁王就通敌了？皇上，杜姑娘，我怎么越来越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了？你想想啊，朕已经承诺不再追究他和庞大师通敌的事情，但是他对这些个信札耿耿于怀。你想想为什么？因为他害怕里面有证据。不对啊，这整个大殷属您最大，您不追究了，谁敢造次？对啊，但是朕特意告诉他，这些信件我都已经烧了，那他为何还要倾家荡产去争夺这些信札呢？你想想，这皇帝饶恕的到底是哪一种罪？皇上只恕了他勾结庞太师的罪，但没恕他私通北狄的罪。如果此事为实，按照先前的条件，他断定您不会再饶了他，所以他不惜血本，是因为里面有通敌铁证。二虎有长进，都是因为皇上和杜姑娘教得好。但有些事情我还是没想明白，如果这里面真的有证据的话，那岂不是放虎归山吗？哪里来的证据？证据不都被烧光了吗？啊！皇上，那么多的证据全烧了！皇上，那么多证据全烧了！君子一言，一言九鼎，说烧了就是烧了。只可惜啊，臣弟终究还是信不过我这个兄长，终究还是惦记着皇位。臣弟啊，臣弟，你真是自取其辱啊！哎呀，
这就叫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钓鱼执法，愿者上钩。他居心有鬼，这也怨不得别人。按照这个时候，宁王应该发现自己上当了吧？差不多。你们都不要高兴的太早，都给我等着！这江山迟早都是我的。报，宁王果然已离府，直奔北地方向而去。宁王早已离开府邸，直奔北地方向而去。朕知道了。下去吧。皇上，杜姑娘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宁王投敌叛国了。手足之情，终究是形同陌路，兵戎相见。这是他自己的原因，你何必为打翻一杯牛奶而哭泣？杜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这个弟弟赵仇啊，现在一没钱，二没人，三没权，对你构成不了什么威胁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筹备明天的祭祖仪式，千万别搞砸了。他关心我，刚才他在关心我。皇上，我咋觉着杜姑娘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呢？你闭嘴！吉时到！吾皇承天命，祭大统，登基以来，铲奸除恶，肃清朝纲，厉行新政，普惠百姓，充盈国库，江山永固，未有辜负祖宗之托。今日仅以3升礼酒，祀于宗庙。大典开始！大典开始！一上香！二忘了！三祭酒！礼成！皇帝上前来。传国玉玺，今日此玺物归原主。皇帝，先前本宫替你保管玉玺，并非是贪恋权柄，实是帝王之路艰辛无比。本宫唯恐你年少不足以震慑于天下，这玉玺便会成为你悬在头顶的剑。本宫要你时刻警醒，直至成长为一个无需凭借玉玺亦能让四海臣服的君王。今日哀家看到了，列祖列宗也看到了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儿臣谢过母后，儿臣定不会辜负母后与列祖列宗之所托。玺在此，国本在此，朕的意志亦在此。昔日朕以仁德于世，今日朕以实权在手。今日起，朕之所向，即大印之所向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赐宴。
杜姑娘，噔噔噔噔噔，杜姑娘，朕敬你一杯酒。哦，今天整这么客气。若非当日你闯入我的世界，将我从之前的浑噩度日中脱离出来，教会我直面强敌，铲奸除恶，我赵启绝无可能走到今天，也绝不可能站在太庙前接过这玉玺。这一切皆因有你。赵启，你要记住，一个人是不能完完全全改变另一个人的。你有今天的成就，能打下这样的江山，是靠你自己。我真的可以吗？自信点儿，看着满朝文武百官，再看看你当时在宗庙的气度。从今往后，你得记住，你不能再称我了，你都得自称朕，包括我在内。他看到了最差的我，也看到了最好的我。儿臣定不会辜负母后，与列祖列宗之所托。但不论哪种，他都相信我能够更好。如此女子，世间唯一，不如就趁现在向她表明心意，与她共享这天下。杜姑娘，飘散人海沧桑那道风景，追不上你的背影。哇，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哎，大美女好漂亮！哇哇，嘿，哇，好美啊！他们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及你的1/1000。哎，你说啥了？我刚没听见啊。这是我给你的东西。干嘛？你不是说吃完饭才给吗？你不是着急要吗？所以我才给你。还有，这是朕答应的，从不反悔。够意思啊，言而有信，好男人。这玉玺我就收下啦。杜姑娘，那你愿意嫁给？报！陛下，北狄2十万铁骑连夜发兵，现已兵驻关下，领军主帅是宁王赵仇。竟有此事！是宁王赵仇。赵启，你要记住，一个人是不能完完全全改变另一个人的。你有今天的成就，还打下这样的江山，是靠你自己。你说的对，朕不再是谁的挂件，也不需要再躲在谁的羽翼之下。这万里江山，黎民百姓，皆系于朕一人之身。这便是朕必须独自面对的帝王之道。昔日功业，敬天、敬地、敬祖宗。今日这杯酒，敬血、敬火、敬长风。今日公宴结束，二虎臣在。擂鼓巨将，去校场检阅3军。是。哎，这叫走啊？道个别再走啊？检测到任务完成，时空之门已就绪，是否确认返回？遇到杜姑娘的那天，一切都变了。答应你的事，朕绝不拖延。这是朕答应的，从不反悔。是否确认返回？想什么呢？任务都完成了，应该开心才对啊！取消算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打完这仗我再走。朕早就料到了今天，
所以特地命人造了20门大炮，以应对北敌。北敌若来，定叫他们头破血流。皇上，您可真门清。二虎，去看一下炮药有没有潮湿。皇上，库内危险，还是打开。皇上，炮弹维护的很好，和新的一样。那就好，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朋友有难，我当然会出手相助。他终究是放心不下朕，如果此战告捷，朕一定要让她做皇后，母仪天下。皇上，场合。哦，这里明明通风很好，木香却仍心乏水气，说明这是赶制的，其实就是为了应付茶宴用的。皇上，除了门口这箱之外，其余的全是石头。佛手留名，皇上。大敌的铁骑即将踏破山河，我大印的儿郎浴血战场，你却不顾将士们的性命，不顾国土，只在乎兜里的那些金银，换成了石头。来人，拖下去斩了！皇上，看在王某这么多年为大印出生入死的份上，饶过我这次吧。皇上，不是末将心软，只是如今北敌大兵压境，而我大印未经一役就斩杀一大将，恐于军不利啊！是啊，皇上，王将军身经百战，战功卓著，杀了他，一时间无人可以顶替，此仗岂不是必败吗？还请您三思啊！还请皇上三思。都说打仗没了炮弹，将士们就没了性命。他拿石头冒充炮弹，就是拿你们的性命当儿戏。你们居然还在替他求情！皇上，决断吧！斩！诸位将士，把你们的头都抬起来，好好看看，这就是王将军的头颅。朕倒要好好问问，你们为他求情，到底是于公还是于私？是怕于君不利，还是怕他死了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们自己？臣等万死！你们哪一个不是怀着护国安邦的决心，在泥地里拼命训练，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人？现在为了这点金银，连之前的理想和志气全都卖了吗？告诉朕，你是想戴着贪腐的帽子遗臭万年，还是想要跟朕明天去迎敌，光宗耀祖，名垂千世？回答我！臣等知罪，愿随陛下死战！杀！好，不愧是我大印的好儿郎。明日迎敌，朕要御驾亲征。倘若朕后退半步，你们便砍下我的头颅，以示天下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各自回营，整军备战。皇上，需要我介入吗？你这次战争胜率只有3%，如果有我帮忙，你报应。不了，杜姑娘，这次还请你不要插手。之前你每次找我帮忙，我都不乐意。这次我好不容易主动帮你，结果你却已经不需要了。此战乃大印之国战，朕要用自己的力量赢得尊严和胜利。那就加油，活着回来。看来我可以放心的回去了。
皇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听说你昨日斩将立威，真是好魄力呀！可惜魄力救不了命啊！你的大炮怎么不用了？是不是炮弹都变成石头了？不然你还是试一下吧，没准石头还能砸死我几个北狄勇士，是吧？你真觉得你20万将兵稳赢我这10万将兵吗？不然呢？你连大炮都用不了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你若现在下马受降，看在以往兄弟的情面上，可以留你一个全尸。大炮用完了就用弓箭射，弓箭射不了就拿刀砍，刀卷刃了就用牙咬。我大印将士骨头硬着呢。我看还是你的嘴更硬。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我即是大印，给我杀！杀！你输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。你倚仗北狄力气，却失了人心根基。北狄视你如器，你视兵如草，终生溃不成军。皇兄，斗了一辈子，是你赢了。杜姑娘，你没走。我都看到了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凭借自己拿下了这一切。杜姑娘，谢谢你，愿意留下和我共理生死。此件事了，我们可否完婚？啊？什么？原来你一直都有这样的误会吗？玉玺不是定情信物吗？玉玺对我来说只是一把用来回家的钥匙，之所以我会留下，我只是无法坐视朋友涉险不管。但我现在才发现，如今的你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所以自始至终都是朕在自作多情。并非如此，你的珍重与诚意我都感受到了，也会铭记。但是这是我无法承受和回应的。赵启，你的征途在四海，但是我的归途在远方。保重。